Hello，猫眼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瑶，我在《无形法师2》当中饰演的是小少爷小丁猫。它是一个很高的存在，我觉得它其实是挺架空的一个角色的吧，因为其实，在第一部当中，岳绮罗的话，它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存在了，就像刚开始宣传的时候也说，凡夫俗子俱为尘泥嘛，但是可能在猫爷看来的话，他甚至觉得吴昕和岳绮罗都是凡夫俗子，他会是更高于常人的一种表现方式。就更像老人家一点，但其实呢，他又只是一个17、18岁的少年老成。岳绮罗呢，他是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其实是执念他对吴昕的执念，包括他对就是很多年前他研究法术的执念然后我觉得小丁猫它其实它更多的它是一种，因为其实小丁猫就是第一季当中吞噬了岳绮罗的山洞里的那个怪兽所以它其实它来世间就是为了来玩，所以在他眼里面发生的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就算是失败了，那我换一个地方，然后再重新开始，只是他不喜欢输的感觉，这样。高视角吧，也不是看不起，就只是觉得，就是你们所，比如说世人，其实在为了某个东西去努力，但是其实可能在他们看来，我就觉得我在乎的不是这个，我觉得你们很幼稚，可能是不是我在乎的就是说。应该去对小丁猫来说，就是我要去体验这样的感觉，但是其实你们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小丁猫，因为小丁猫它其实是有岳绮罗的记忆的，它认得吴昕，但是吴昕呢，它沉睡一次就会失忆一次，所以我觉得在吴昕的面前。小丁猫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直以一种好奇，然后在逗它的一种感觉，但是对于吴昕来说，它和小丁猫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因为他也一直刚刚片花里也有说嘛，他说我觉得这个人很熟悉，但是我翻遍了我的东西，翻遍了我的箱子，然后想了很久，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只是觉得似曾相识那我觉得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吧。因为其实，当时在吴昕2筹备的时候，我也正好在公司的一部戏上，我在闺中美人。然后呢，当时服装包括造型，他们都其实是在一个服装间里面。那个时候我去定妆的时候，想了很多办法，就是造型老师想过油头，把头发收一收。那个时候其实我头发也不长嘛，是波波头，然后。想说那或者实在不行我们就戴头套但是尝试了之后我觉得都太像女扮男装了我觉得可能因为毕竟演的就是一个男生，那我觉得不能给观众女扮男装的感觉，你说你扎起来收进去，大家很明显就看出来了嘛，所以就那个时候已经做好了要剪的准备了，但是到组里剪的那一瞬间，其实还是挺舍不得的，因为特别短，尤其是后面，上面还好上面还能扎起来，但是就是靠后脑这一块，相当于是剃的了那种，就是特别刺儿手的那种，就其实挺心疼的，但是呢，我当时的心里就是，虽然我在哭但是我心里想说。你们不用看我剪就好了，但是我其实有一点点心疼，但是觉得我得这样做。其实习惯了一段时间的短发之后，我觉得短发挺好的，头发干得特别快，有的时候我洗完澡敷面膜它就干了，挺方便的，
就基本上不要想起自己是个女生就好了，那段时间的话，然后也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我觉得是需要去仔细观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走路是最难的，因为当时为了和剧组里面男演员差不多高，鞋子的确真的挺高的，应该有15-16公分吧，就是除了那个皮鞋底加厚了这么高以外，我里边还垫了2层增高垫，特别不好走路，就更容易走得像女生了，因为很容易扭，那个鞋很重又很高。我当时觉得最难的就是走路，然后反正也就慢慢练习吧，然后和剧组里面的工作人员和东君、燕琳他们学，然后平时走路也这样练习，渐渐的也觉得还行，找到感觉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让我跟着他们走嘛，但后来我觉得好像还是哪儿不对。后来他们就觉得说，因为女生走路就是走直线嘛，但是男生走路呢就是外八，然后就是女生走路的话，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控制身上会有一些扭动，但是我觉得男生走路的话，从后面我看那些监视器的画面来说，我觉得尽量是保持身体不要晃动的。声音，我觉得，虽然后期是配音哈，但是我觉得我在演的时候，我还是需要给到这个感觉的。一方面，因为配音还是会根据自己的表演的情绪，包括你当时的一些断句、你的一些处理来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一些礼节的方面吧。因为我印象当中，我觉得男生就是粗线条，可能不是很特别的像女生那么讲究。但是后来我接触下来之后，因为小丁猫这个角色很特别，他其实是一个大少爷嘛，所以他肯定是一个很体面、很讲究的人，所以就也需要去观察很多礼节性的东西、细节性的东西，我觉得还好，虽然就是少了一些也多了一些嘛，就是像也能体会那种亦敌亦友的感觉啊，包括兄弟之间的感情啊，或者说一些权谋上面的东西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那天他让我过去，他说瑶瑶你过来一下，我心想说你要跟我说什么悄悄话，就是大家人很多站那儿，我说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你过来点，我说为什么要这么近，是要说悄悄话吗？然后我一走过去，他一把就把我抡起来转了个圈，我大脑一片空白，然后转完之后我站在地上反应了有个4-5秒吧，然后我就心想说东君我一定要掐死你，然后后来看到花絮还挺好玩的，我有就是挤他的脸，当然最后呢他把这个还是施加到了我的身上，就是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他把我的脸就这样挤在一起，哎，太淘了这个孩子。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他的这个称号，其实唠叨君这个吧，其实也是我给他起的一个称呼吧，因为其实他特别热心，然后呢热心呢就会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就是唠叨，可以叫他韩妈妈。他其实特别的细心，然后有的时候碎碎念到感觉像妈妈一样。好玩的其实挺多的，有一场是在监狱里，然后我俩要逃跑，他救我，那个时候我晕倒了，他就扛着我，哎呀，再一次被当做了健身器材，然后呢他就扛着我跑了挺远的路的，我觉得应该也挺累的，但是我就特别难受，感觉整个胃都不行了，扛在那个位置，然后他扛着我跑，但后来我又醒了，他把我放下来，然后我还得他每次放下来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你知道吗？就特别晕，因为他这样扛着我的这个手，他就是
卡在了我的那个膝盖那儿，我就整个人就像一个道具一样被固定在那儿了，然后头就一直这样颠，然后后面他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一睁开眼睛，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在哪，他在我哪儿我都不知道，就是得起来之后得然后假装找到他，假装很淡定的找到他的那种感觉。就在某一天，其实我觉得拍摄挺开心的，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难挨的是，因为当时其实拍《无心2》的时候是夏天，我的衣服应该是最厚的，因为我里边得穿一个，它的厚度应该有棉袄那么厚吧，是一个肌肉衣。因为女生的话，毕竟骨架还是小嘛，但男生还是得宽一点，有那个架子，所以就很厚很厚的一件肌肉衣，然后衣服也很讲究，衬衫、马甲、西装外套，然后还有那个风衣、皮手套、围巾、帽子，就其实挺热的，然后再打戏的话，就真的是，因为打了之后那一瞬间就是那个血液就有点上头，的确是挺热的，我觉得它是一个陪伴着我成长的戏，而且它给了我一个起点。虽然它其实是我第2部作品，但是它其实是我第1部播出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无心法师，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也迈出了我的第1步。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个事儿。亮点挺多的，就是刚刚燕玲也在说嘛，她说看无心找新欢然后看我学做男人，然后看燕玲继承家业然后再看一些新鲜的血液带来的一些不同的故事。离开他的回忆重复